戴叔叔，真是不好意思啊，这几天让你担心了。谁家遇到这样的事儿都很难受，不过今天看女儿状态好多了，我就放心了。我之前完全不能接受这是真的，所以很多事情都没有问清楚，也不想去考虑。但是现在，我必须要面对这一切。戴叔叔，我爸爸为什么一定要请您送他回来？这其中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吗？确实有。当时你爸爸住我家的时候，曾经跟我说过，如果有一天他要不在的话，他就回苏州老家，因为那儿你母亲的墓地在那儿，他想跟你母亲葬在一块儿。他还说，像你们这一代肯定不会理解。当时我还以为他在开玩笑，所以啊，我也开玩笑的跟他说，哎，我跟你不一样，我的死在哪，葬在哪。可是现在回想起来，他早就把后事托付给我了。戴叔叔，谢谢您，谢谢您把这些告诉我，也谢谢您千里迢迢的送我爸爸回来，让我们父女俩见上了这最后一面。其实这几天我一直都在等你，等你振作起来，再告诉你。高阳，你愿意跟我一块儿回苏州老家吗？当然愿意，我一定要和您一起回老家，去安葬我爸爸，完成他最后的心愿。好，我们一块儿回家。嗯。周年庆的数据，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吗？我们销售远远没有达到预期的水平，甚至同比去年还出现了大幅度的下滑。我认为这是活动开始时的技术故障。那技术故障为什么没有提前排除掉呢？这个经过我们的事后分析，可能与之前的技术升级有关。提前没有检查一下吗？这个升级是由外聘的技术团队来做。外聘就不能做内部检查了吗？严总，您要出来看一下。怎么了？咱们公司外边来了一帮消费者，在门口举着横幅，说是要维权。维权？维权？跟我去看看。无良商家，低等狗，违背商业道德！无良商家！赶紧住手！这里是公共场所，这打横幅是违法的。你们再这样下去，我就要报警了！你去报警啊！你们不报警，我们报！你们一能够欺诈消费者，你看警察管不管？大家快来看，这个无良商家叫艺能购，你们艺能购虚假宣传，欺骗消费者，大家眼睛放亮一点，别再被他们给骗了！各位，别激动，别激动，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有什么问题，咱解决什么问题，好不好？各位，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小陈，到底怎么回事？哎，就是周年庆那天晚上的事儿。咱们有一款手机，那天晚上12点，本来有一个秒杀活动，这原本售价是5000块钱左右，秒杀价2999。可是因为我们出了故障问题，这帮人都没有抢到。但秒杀商品本来就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买到的。是啊，这种事儿纯粹就是赔本赚吆喝，说白了就是为了博眼球。咱们那天本来也就只准备了100台参加活动，售完即止。就算不出现这些故障，也不是人人都能买到的呀。秒杀规则在页面上写得很清楚，他们还在闹什么？咱们要是没有这网络故障，他们抢不到也就算了。但是咱们的确是系统出了问题，现在他们就是抓着我们这一点，说是那天晚上还有好几家电商平台也有类似的秒杀活动，他们认为艺能购的网络问题耽误了消费者去其他电商购买优惠产品的最佳时机，我们必须得赔偿。如果不赔偿的话，就是虚假宣传，就是恶意竞争啊！尽快处理好，我们就按照秒杀价格卖给他们，让他们尽快离开。好，那我这就去。无良商家！
蒋总，您这些人都是哪儿长的呀？这战斗力，真是一个赛一个的。我们以前做房地产的时候，再难缠的拆迁户都遇见了，这不算什么。要是这么个闹法，严厉都不赔，那真是奇了怪了。人我已经找好了，只要他一开始赔偿，他们就在网上大肆宣传这个消息。这100多人他当然赔得起了，1万人呢？2万人呢？10万人他也赔得起吗？这招真的很厉害啊！你怎么来了？我听说你要去苏州了。嗯，我要和戴叔叔一起回老家去安葬我爸爸。走一走，散散步吧。好啊。准备什么时候出发？明天。我和你一起去吧。我一直很感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帮助，让我从失去爸爸的打击中振作起来。可是你为我做的已经够多了，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我自己吧。高阳，而且我听说陈明百货正在争取一笔很重要的投资，你应该把心思都放在那上面。我有我必须要面对的责任，你也有你要完成的使命。那至少让我今天晚上给你送个行吧。真是不好意思啊，我今天晚上已经约了人了。没关系，那就等你回来吧。希望你回来以后，可以变成一个全新的高阳。你还好吗？我好多了，放心吧。哎，你明天不是去苏州吗？怎么不在家收拾东西，又来这干嘛？都收拾好了。之前啊，由于这个面膜太好用了，所以我囤了很多，又带不走，就带来送你了。面膜？你也知道我平时不怎么用这些的，不过还是谢谢你。你以后啊，一定要勤敷面膜。女人最重要的就是要好好管理自己的皮肤啦。而且你只有好好爱自己，以后才会找一个男人好好爱你啊。哦，这个面膜呀是独有配方的，超级补水。而且最重要的就是，有些事情要像护肤一样，主动出击哦。你到底要跟我说什么？好啦，我就不和你兜圈子了，我就直接说了，我觉得你应该主动和李明澈表白了，不要再等了，也不要再拖了。干嘛说这些？我原来呢觉得人生很长，有很多的时间，所以有很多事情都来得及去做。但是我爸爸的事情让我发现，并不是这样。有太多的意外可以让长长的人生戛然而止。人生一世间，忽若暮春草，所以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无尽的等待和猜疑上面。既然那么喜欢，就要勇敢地说出来。高阳，你还爱着严厉吧？说你的事情呢，怎么突然说到我了？你跟我说，不要让人生留下任何遗憾，那你自己呢？为什么不去再找严厉试一试？人生的悲剧分为2种，一种是性格悲剧，一种是命运悲剧。如果你一辈子都不敢对李明澈表白，你们就是性格悲剧。而我和严厉之间是命运悲剧。其实我对严厉已经没什么遗憾了，
我现在最遗憾的，就是没有在我爸爸生前为他分担过一丝一毫的压力，也没有在他有生之年让他见证到我的成长。好啦，不说这些不开心的了。我明天就要去苏州了，下一次见面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了。我们聊点开心的。这条街还是一直没变呢啊！对，游客越来越多了。是吗？是。听口音，你是苏州人吧？啊，是啊。我们都是老乡，像我们长期在外漂泊的游子，朝思暮想的就是故乡的山、故乡的水、故乡的人，哪怕死了也要葬在故乡的泥土里，也算是落叶归根，慰藉了半生的乡愁啊。哥，我们回家了。严总，您说到底怎么办啊？我们售后的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许多客户都来询问我们周年庆秒杀活动到底该怎么补偿。顾客都想以当天晚上秒杀的价格来购买商品，这怎么可能呢？是啊，秒杀产品本来就是高度负毛利的，我们这台手机本来就是贴着钱卖的呀。一台赔2000，要是这样下去，我们得赔多少钱？就是，我觉得你们客服部要跟客户解释清楚，这明显是不合理的。我们解释了，但是顾客不听啊，也不知道是谁走漏了风声。有些顾客听到有消费者得到了赔偿，他们说必须一视同仁，不能差别对待。难道是那天来闹事的人跑出去瞎说的？他们怎么得了便宜还卖乖啊？反正这件事上，我们不存在主观过失。本来就是计划秒杀100台，在网络故障修复以后，我们全部卖完了，一台都没剩。所以我觉得，我们就应该坚守原则，绝不能破例赔付。没错，这件事就算是打官司，我们也不理亏啊。顾客至上，但是也要有底线，不能不讲理啊，对吧？严总，要不让公司法务部接手吧？不，危机公关必须要及时，但现在最重要的是满足客户的需求。严总，这怎么行呢？这种高度负毛利的产品是根本不可能大批量销售的。是啊，严总，你要再慎重考虑一下，这一台亏2000，那要敞开来卖，那还得了？这样下去生意怎么做呀？对呀，重新开始一轮秒杀，价格不变，规则也不变，翻10倍，数量加到1000台。1000台？这也不是个小数目呀。如果这样的话，咱这个月的毛利率估计很难看了。信誉比利润要更重要，不管多大代价，都不能丢失多年建立的信誉。佳佳，你怎么在这儿？你们部门不是在开会吗？李总，也没有，我从全民百货辞职了。辞职了？哦，那准备去哪儿另谋高就啊？也没有去哪儿高就，就是想换个环境，看来严总还真是独具慧眼啊！我现在要恭喜未来投资又新添能人了。没有，李总，您说笑了。其实也就是在零售行业做久了，现在趁着年轻嘛，多学习学习。是，挺好的。每换一个工作都会有更好的报酬。那我就祝你以后事业更上一层楼了。谢谢李总，你忙，我不打扰你，我先走了。李总，您这边请。请。来了。啊。李总，
蒋总，欢迎欢迎。严总，来，快请坐。坐。严总跟蒋总在我们陈平百货转了一大圈儿，资金还没来，先把我公司人拉走一个。李总说的是马佳佳吧？哎，这不能怪我们挖墙脚。你们叶总啊，对员工要求太高了，人家马佳佳可能觉得自己能力有限，那正好我们这儿急着用人，那就让他过来试试呗。是啊，你可千万别误会，我可是非常尊重咱们之间的合作关系的。如果您介意的话，我立马让他回去。严总多虑了，这点小事我怎么会介意呢？再说，我一直都很尊重别人的个人想法。我听说，艺能购这次的周年庆有点流年不利，不知道严总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呀？你说的是哪个严总啊？严厉的想法可不会跟我说的。我相信你应该已经听说了，我跟严厉的关系吧，有那么点差强人意。是啊，所以我才好奇呢。严厉他这次是得罪谁了吗？到底是在做事上有疏忽，还是做人上疏忽了？李总还真是关心严厉啊，我替严厉谢谢你了。不过，你更关心的应该是巅峰投资的反应吧？严总此话怎讲啊？你也是个聪明人，我也就有话直说了。严厉呢，是我唯一的亲人，不过你也知道，他对我这个小姨啊，心里是有隔阂的。可是我不会让这个外甥和我之间渐行渐远。艺能购和你们陈明百货都是非常好的公司，我希望李总能够成全我这个小姨的心意，让我们未来去投资艺能购，让巅峰投资呢投资你们陈明百货，你觉得怎么样？哎，李总，你一直保持着跟巅峰投资有联系，这恐怕也是有意为之吧？要是能把这件事情促成，这不是双赢的事儿吗？是啊，难道不是件皆大欢喜的事儿吗？落叶归根，倦鸟归林，鸡魂有伴，当不孤寂。哥，你终于跟嫂子长在一块儿了。爸爸妈妈，希望你们能在另一个世界重逢，弥补这18年分别的遗憾。希望你们的在天之灵能够获得永远的平静和安宁。君道乌苏见，人家锦枕河。古城闲地少，水港小桥多。我走过世界那么多地方，就算是水城威尼斯，也不如家乡的山塘街和平江路吧。以前的时候，我爸爸经常让我陪他回老家。我总是觉得呀，这老家土里土气的，一点都没意思，还不如去巴黎和纽约会更好玩一些。现在想想啊，以前真的太肤浅了。年轻的时候谁不浮躁啊？难免浮华遮望眼。想当年我一心想出去闯一闯，那个时候眼里根本没有家乡的美。戴叔叔，我想在这里多待一段时间。在这里，我有在世界各地都没有感受到的平静和安宁。你父亲生前说过，希望你啊多回来看一看，多了解一下自己的家乡。他还说啊，有机会啊，你去趟当年他学徒的地方看一看。您和我爸爸当年做学徒的地方，这么多年了，还会在吗？当然在啊。你还不知道，现在的绣坊就是想当年跟你父亲一块儿学徒的师兄弟他负责。我跟他联系过，明天啊，我带你去看看。
异能够开启了一轮新的秒杀，而且还把秒杀的库存提高了10倍，好大的手笔。严厉很聪明，他知道失去信誉，就算赚回钱了，也是巨大的损失。异能购自从周年庆以后，负面消息就没有断过。他现在就算花再多的钱，也不过是为了要挽回他自己的信誉而已。严厉怎么会做这么愚蠢的事儿？异能购最近的事儿有蹊跷。这就和我们没关系了。我的责任是要重拾我们陈明百货的辉煌。虽然我不会落井下石，但是坐收渔翁之利还是可以的吧？趁机争取巅峰投资，不是争取，而是一定要拿下。好，我这就去推进。不，先别着急去打扰他们。既然严厉给了我们这么好的一个机会，那我们就抓住这次机会喽。可巅峰资本现在的态度，还是更倾向于异能购。你在零售业做了这么多年，难道看不出来他们这一轮的秒杀有破价的嫌疑吗？以这么低的价格出售这么多的商品，就算是消费者满意了，那厂家呢？品牌的形象怎么办？明白，我这就去联系那几家品牌厂商。现在厂商对我们非常不满，认为我们这是变相的破价行为。活动页面写得很清楚，这次的促销活动跟品牌是无关的。是啊，但是他们认为这次活动范围过大，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会让消费者觉得他们本身定价虚高，破坏了他们的品牌形象和价值形象。胡说，有依据吗？没有啊。那叫他们把证据拿出来啊。但是他们现在已经正式通知我们了，说要对异能购全线停止供货。您看，叫采购总监跟他们谈一下。那如果谈不下来呢？我来。好。哎呀，真的太久没回来看看了，真的没变啊，真的没变。可不是，自从你出国就没再回来。哎呀，老样子。没有变吧？啊？哎，这是仓库吧？就是吧，你还真没忘。哎，这是厨房对吧？厨房经常偷吃的。你还是原来那个淘气劲儿。你看你岁数也不小了，淘气那样一点都没改。快下来吧。好嘞。往那边看看啊。哎呦，真是。你看这边啊。哎呀，这时光好像独独停留了。哎。这架子就是我年轻时候用过的。是啊，这就叫物是人非。绣坊还是那个绣坊，可咱们人都慢慢的变老了。是。戴叔叔，这里的绣品可比你在英国那个小绣坊要更胜一筹哦。何止一筹啊，那就是一个人在异乡的一种寄托，再加上我当年学徒不精。别忘了，我是游击队，人家可是正规军，当然不能相提并论了。哎，你看我这个绣坊，恐怕也支撑不了多久了。这么多绣架，有几个绣工啊？很多工厂都在用电脑刺绣了。现在的年轻人不愿意学这门手艺，他们觉得学这个费时间、累眼睛，每个月还挣不了多少钱，所以我就担心呢。说咱们这一辈人要都走光了，这门手艺啊，恐怕就失传了。哎，那这门手艺不能断了香火呀。就是啊，断了多可惜呀。哎，不谈这个了，走，我带你们到后院看看啊，走。这里一切还真的都没变呢。是啊，你看，哎，这石榴树还是以前的石榴树啊。没错啊。哎，高阳，当年我跟你爸呀就在这屋。老陆，你跟大头啊住后院对吧？没错。可惜现在已经没人住了，老师傅各自有家，年轻的学徒啊，好几年招不上来了。师傅，哎。如果我想学，可以吗？
你？我觉得这是一种很特别的民俗工艺，要是失传了，那可真的太可惜了。我真的挺喜欢这种刺绣的，它的美是流水线上那些电脑制品不可比拟的，所以我想留下来好好学习。孩子，你有这份心，求之不得。可我必须提醒你，这个年代学这个手艺，恐怕真的是没什么前途。你所看到的精美背后，是长久的孤独、寂寞和清贫，你可要考虑好啊！不需要考虑，我是单纯的喜欢，而且我想更多的了解我的家乡，更多的了解我的爸爸。我不能让家乡的传承都在我这一代手中啊！是啊，这样，恐怕以后啊，我也很少有机会回到故乡了。索性啊，多待几天陪陪他。小陆，明天把你的手艺啊，好好的传给他。行，不过我可有言在先，你可不能半途而废，怕苦怕累是学不到真本事的。您放心吧，我保证不会给我爸爸丢人的。那好，你们就先住下来，今天晚上咱们一块吃个饭，怎么样？好啊，哎，你得把你那珍藏的好酒给我拿出来。没问题呀。晚上啊，我们多喝点黄酒啊！哎，行，还这家乡的酒好喝。是。上周末的艺术展览很成功，各家商铺的销售情况怎么样？从我收到的信息来看，80%都超出了我们原本的预期。是吗？所以你看，现在年轻人对于这样的销售体验是绝对赞同的。既可以买到赏心悦目的东西，又可以同时吃喝玩乐，这才是顺应时代潮流的选择嘛。可惜我爸就认为这一切都是不切实际。你知道吗，明朗？我真的非常想让他亲眼看一看我们这些艺术改造的结果。董事长又去国外了？跟我说是彻底放权，但是不彻底放心又有什么用？等我拿下巅峰资本，真正开始线上线下统一发展的时候，我一定要让他看一看，什么才是我们陈明百货的未来。既然他把陈明百货交到我手里，也就由不得他放心不放心了。我想坚持做我自己，全力以赴，至少不给我自己留什么遗憾吧。所以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无尽的等待和猜疑上面。既然那么喜欢，就要勇敢地说出来。李总，你明天晚上有空吗？怎么了？我们一起吃个饭吧。好啊，走吧，去那边看看。哎，画部下雨就要看了吗？哦，给。怎么了这是？啊？这男人婆还会脸红啊？我脸红了吗？热的热。我看你这是心热吧？看你这满面春色的样子，跟李总表白成功了？你别瞎说啊！我就是约他明晚一起吃个晚饭。啊，这是好现象呀。我觉着你这样迈出这一步就不能再犹豫了。反正我觉着把握好机会啊，展现出自己的魅力，女性魅力啊。你一会儿等我下班过来帮你参谋参谋。就你给我参谋，你还是先搞定你自己的终身大事吧。
我这急什么？我这一堆人等着我呢。到时候你得着急了，你这也不小了，是不是？再等你就成望夫石了。你。我可不是为了明天吃晚饭买衣服，我是真的要买一条裙子，来搭配我新买的鞋。什么鞋呀？就是那种漆皮的鞋。哎呀，多丑呀！你能不能放下它？哪里丑啊？我觉得挺好的。你什么品味呀？多叶明朗呀！你这么多年都是这个风格，它早就腻了，好吧？是吗？这个呀，你要买一件凸显你女人的风格，不要让她觉得你们俩是工作关系，要让她觉得你是个美丽的女人，要跟平时不一样，这样才能引起她的注意。不一样，明白吗？嗯。你平时应该多穿这种可以让你变得更有女人味儿的衣服，好看。那是因为你看久了我穿职业装。可能是吧。你进陈明百货多少年了？5年？6年？7年。7年？哎呦，这时间过得真是太快了，一眨眼都7年了。这么长时间里，我从来没有一段感情可以超过1年。所以说，从这种角度上来讲，朋友要比情人的关系更稳当。一见钟情的人啊，是没有办法做朋友的。可有一些时候，朋友呢，他也就只能是朋友。任何一方走错了一步，都很有可能会伤害到另一方。年轻的时候啊，我们总是揣着糊涂装明白。可是时间长了，我们经历的越来越多，我们自然就学会了揣着明白装糊涂了。是非人情盘根错节，很多事情啊，稍微一用力就会被拆穿。可一旦被拆穿了之后，就很容易失去了。有些时候，在一段关系里边，保持一定的距离，也许不是一个坏事啊。哎呀，看我喝了一口酒，话就变得这么多。来，明朗，庆祝我们这7年的友谊，希望这7年的友谊延续70年，我们还是好朋友。
你店里进展的怎么样？最近有没有去陈明百货？你应该想问的是，我有没有见到高阳吧？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就直说啊，我们之间有什么好拐弯抹角的？他还好吗？我不知道，他已经辞职了，根本不在陈明百货。但是前几天我有遇到王小在，他说高阳回苏州老家安葬他爸爸了。你这几天一直加班工作，该不会是故意不想回家吧？一个人面对空荡荡的家，心里面难受，不习惯。以前我认识的你，反而是习惯一个人待着，到人多的地方才不习惯。其实我也不明白现在的我。你们两个之间也没有在一起多久，但怎么就习惯他的陪伴了？可是人生嘛，不就是来来去去的故事？你也别太难过了。放下一件东西是很容易的，要放下一个人，不知道要过多久。喝酒吧，什么都不用说了。我现在最不需要的，就是你的同情。谁同情你了？啊？你真打算要放弃了？不放弃还能怎么样呢？人家已经说的那么决绝，那么明白了，难道我还要纠缠不清吗？如果是那样的话，我连我自己都瞧不起我自己。我当然不是让你纠缠不清了。不过这李明车让我很惊讶，他平时八面玲珑，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对你当面说出那些伤人的话。有什么不明白的呀？人家讨厌我，不想跟我有一点关系呗。这一朵花谢了，不是还有另一朵吗？反正天涯何处无芳草，是不是？那它到底是花呢，还是草呢？你管它是花花草草啊！我的意思是，这爱情没了，生活还要继续呀。你把以前的事情，就让它随风飘扬吧。但是，你千万别让它再飘回来。我跟你说，我发现了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就是人一旦有了感情之后，就会窝囊的不行。坚持了7年的感情，我被活生生的就给抽空了。我根本就不知道我到底在坚持什么，希望什么，追求什么。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我甚至连生活的重心我都不知道，我真的是窝囊死了。我没觉得你窝囊呀，我觉得你挺可爱的呀。别扯！你平时不是总嘲笑我吗？你嘲笑我呀！你嘲笑我！你嘲笑我！我跟你说，我觉得我就是一个
特别可悲的笑话，特别可悲的笑话。你为什么不喝啊？你是不是男人？这总得留一个清醒的吧？这孤男寡女的都喝大了，说不清楚怎么办？有什么说不清的？他刚才怎么跟我说来着？祝我们友谊长存，我们还能做70年的好朋友。李总，爷们俩今天有点不舒服，我帮他请个假。他还好吧？嗨，没事儿，就是昨晚喝的有点多。带着最绝望的心，度过记忆的